嘿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24号星期五，马上要周末了。我在大阪这个大坡，有时特喜欢没事在这绕一圈，甭管快慢。今天有点累，时差还是在，睡不着，就早醒，但是有进步。今天早晨1点半起来的，估计再有2-3天，那年纪越大时差越不好倒。今天跟大伙儿聊点什么呢？聊聊这是一天旅行，跑步、吃饭、睡觉，怎么样？而且我这个旅行其实我觉得玩得挺开心的，也并没有太被这3件事影响。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分享，还有人生第一次真正就吃到真正的所谓地中海饮食，我的一些不成熟的初观点，因为第一次嘛，时间又短。行，一会儿咱们聊啊。这次出去玩时间挺长的，从5月8号走，回来已经是日本时间5月22号了，10多天。我其实没有太影响跑量，影响了一点点。去的时候航班是夜里的航班，就是日本时间或者说北京时间。一般这种航班对我来说好倒时差，就坚持一下，扛住，然后到那边以后呢，差不多就该睡觉了。我到那第2天起来就正常跑步了。第2天起来就去探索布达佩斯那个岛，就成功了，跑了10多公里。就时差这个事儿确实是挺难受的，在那边刚到了也是早醒，就晚上睡之前特困，但是睡不了多一会儿就醒了，因为你那个生物钟在那儿呢，就习惯在那儿呢，跟天黑不黑关系不大。所以那天去看日出了嘛，因为确实早。在布达佩斯只跑了1次半马的距离，剩下几次都是10几公里，最短的可能是15，最长的可能是19。我这次本来想在每个城市都留下一个半马，但是最后没有完全成功。布达佩斯成功了，然后那波利成功了，而且那波利跑了2个半马。马耳他没成功，因为在那儿时间太短了，就2天。第1天早晨去跑海边去拍日出，那个路实在是太难跑了，因为都是上下坡。第2天强度课去了操场，然后下午就走了，就去了那波利。然后最后罗马也没有跑半马，因为只有1个早晨我去跑梵蒂冈了，而且那天确实太累了。你看这个小坡，在大阪马拉松的最后大概4公里的地方。所以我大概算了一下，可能10几天的旅行影响了大约30公里的跑量，对我来说。至于外出旅行跑步这个事儿呢，我觉得如果您习惯晨跑，就哪怕是我那天强度课那天，只有白天马耳他的生活的朋友带我们玩了1天，也不是太累。因为早晨你跑完以后，你会不知不觉的潜意识里忽略它，
你白天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。你要是习惯夜跑出去旅行是挺痛苦的，你想玩了一天，而且估计吃的也不错，对吧？到晚上就跑不动了。我有的时候不喜欢晚上或者白天跑步，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太喜欢吃完东西跑步，就吃完东西胃里不舒服，跑步的时候。所以马拉松比赛的时候，我也是特早起来吃饭。这几个国家跑步有什么感受呢？我觉得在布达佩斯跑的是最舒服的，那个岛确实太好了，一圈5公里，可能5公里多一点，全是塑胶，而且特新特干净，环境也好。体验最不好的反而是在意大利，因为它都是那种古时候那种路面，就是石头柱子钉进去的那种，没有一块是平的。那跑完以后脚特别不舒服，脚踝特别不舒服。我有时候就好奇，我们在拿坡里逛了好多地儿，就几乎没有一块平整的地方，要不然就是上下坡，要不然特窄。那你说他们这个足球基础是怎么来的呢？我要是那儿的小孩，我不爱踢球啊，肯定不知道，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小伙伴。像意大利就特别像古老的欧洲城市，像之前去奥地利、去德国，基本上都能跑到柏油路。在意大利没成功，罗马还行。马耳他那个体育场我挺意外，那体育场条件特别好。那时候我是真没想到，所以有的事儿就是真正亲眼看了以后才能知道。有时候你一听这一个地儿，你会把这一地儿抽象成一个点，但是呢，你如果在这个点里，那它就是一个大世界，就有好的有坏的，对吧？睡眠呢，我这次还行。有小伙伴问我是不是在外旅行也那么早睡，差不多，会稍微晚一点。我这几天一般平均都是8点，有的时候晚上回来的早，没什么事儿了，就还是7点半。因为前几天是因为有时差，像咱们不管是我住在日本还是住在中国，出去旅行大多数时候是往西的，就是会有那个早困早醒的感觉。因为这次去这3个国家都是一个时区，跟日本差7个小时，也就是说呢，日本晚上7点的时候，那是中午12点，就往前减7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完全不倒时差，到了那边下午1点我就已经很困了，所以早睡早起不可避免。主要跟大家聊聊这次吃的一些见闻。这次除了匈牙利，另外2个国家应该都算是地中海国家，尤其是意大利，地中海饮食比较有代表性。匈牙利吃的不错，就是东欧那种感觉，但是呢又非常不像德国和奥地利，反而呢更像哪儿呢？反而我觉得它跟意大利还有点像，就是东西欧结合的那种，跳过了德国、奥地利这2块地儿。但是那个牛肉汤和那个炖牛肉，我觉得一般，比较喜欢吃他们那个红椒粉做的鸡肉，还有意面。主要匈牙利特别便宜，匈牙利大家如果去玩去布达佩斯，我非常推荐。
就成本基本上和我感觉比大阪还便宜10%，就是衣食住行，大概比大阪还要便宜10%的样子。我们吃那早餐去了一家烘焙店，点三明治，那三明治合人民币13、14块。那去年去波士顿那一个三明治18刀，后来我认真翻了一下当时的记录，那就是7、8倍的价差。但是在布达佩斯吃的就比较横，因为偏东欧嘛，就是热量比较大。他们有那种炸的披萨，就不是意大利那个，他们其实就是就特别像一个炸的发面饼，炸完以后呢，趁着热上面再撒上特别多的芝士，让它融化一点，就那么吃，特别带劲。我就吃了一次，跟家属分了一个。啊，他们那儿吃鹅肝、鸭肝比较有名，而且不贵。之后马耳他和意大利吃的很像，这都是地中海饮食为主，意面、海鲜、番茄、奶酪。我从到意大利开始到走，几乎就吃了一次，就吃了一个肉菜，就是一个意大利的那种番茄炖的牛肉丸，想尝尝，因为那时候在北京也老吃。大部分就是番茄、芝士，最多有火腿的碎，但是呢还吃得特香，一点都不馋肉。我是一个特别馋肉的那种性格，就顿顿得吃肉，所以觉得特神奇。但是我特别爱吃奶制品，尤其是奶酪，所以我觉得到那儿真的是特别契合。还得跟大家揭晓一个体重的事情，因为这在外边旅行也没有称体重的机会，我就跟家属说，我说你说这次回去得胖几斤，因为每天吃的都挺饱的，或者说每顿吃的都挺饱的，因为换了一种饮食结构，而且你在外边玩，你总想都尝尝嘛。我觉得怎么着得胖个2、3斤吧。那回去一称我还瘦了2斤。其实我们这趟旅行不累的，就没怎么逛。我俩都是喜欢那种度假式，就休假式旅行，就在一地儿待着，泡咖啡馆，然后逛逛城市小地方。我们几乎都没怎么坐公共交通，就是步行可达的范围内。然后下午累了，在布达佩斯买一个凉啤酒，在多瑙河边喝个啤酒，看看来回来去的小火车，特别有意思。而且在意大利时候吃的还特饱，也不长肉。他们基本上就是番茄、奶酪，然后意面和米、橄榄油，还有橄榄。所以这也给我一个启示，就是平常如果做饭的话，有好多简单又能做的挺好吃的做法。所以这就是出去旅行的意义。原来在北京的时候，其实以西式饮食为主，就自己做。到这边1年多，因为有的东西还没摸索出来怎么买，再加上比较忙，做不了那么多，就慢慢偏日式和中式饮食了。突然再一旅行，再一看哦，其实这么吃也挺好的，而且发现好多东西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，然后食材也不复杂，也不昂贵。
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，就是跳出自己生活的环境，去看看别人。我觉得只有眼里永远是别人好的那种性格，才能进步得更快，才能发展得更好。老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，看哪儿都不如我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限制发展。当然了，您要是说天生的奇才，也有这样的，但是这种毕竟是绝对少数。所以我就是出去，你看我跟家属出去玩，不管去哪儿，国内还是国外，甚至我们现在住在大阪，去日本其他城市，也尽量就是只吃当地的东西，不吃自己习惯的东西，就倒要看看是什么样子。因为人家吃了那么多年，那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有小伙伴评论区说，那让我再试试无锡的甜的包子，那也不一定不行。我大阪马拉松的时候，那个参赛包里有一张551那包子铺的包子的兑换券，因为原来我自己买过一次，想试试。第一次吃觉得特别不好吃，我第二次领回来，我觉得还凑合，因为那么多人排队，那些人又不傻，就是他肯定有好吃的地方，只不过就是不是你的习惯，对吧？我就这么看问题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在意大利吃披萨，披萨特别带劲，但是就是其实现在好很多了。你要在旅游区没有那么严格，但是大部分时候你去那种专门的披萨店，还是要一人点一张。他们真能吃了，我吃不了。我那天中午使劲吃，吃了3/4张，但是就是特新鲜，也没有肉，就玛格丽特。然后吃完一下午都不饿。就现在，不管是在必胜客也好，还是超市买那种冷冻的回家一热也好，那种有人说披萨底儿厚就不正宗，其实也不是那样。一是底儿薄底儿厚是饮食习惯，二是你得这么想，不是现吃的那个披萨，如果是薄底儿，就拿破里那种，那保存不了啊，那不全烂了，对吧？那现烤现吃有的时候慢一点，到最后那几块你都端不起来了，它肯定得做成厚底儿。然后至于安不安全、乱不乱呢？反正至少我是安全的回来了，也没有特意做什么防护。我看当地人那手机也就塞在裤子后边兜里。你说哪儿都有好人，哪儿都有坏人。那次不是看一新闻说，在东京筑地市场外场，正好一个美食博主拍视频，就拍到了小偷的作案过程嘛。在哪儿都什么人都是，在哪儿都会出现，只不过有的地方这种人多一点，有的地方那种人多一点。总结下来就是，这次旅行让我改变了好多对不同地方的看法。没有想到匈牙利这么好，没有想到马耳他有体育场，也没有想到你说意大利其实是老牌的发达国家，但是现在确实是感觉，那可能是因为就发展的太早了，确实有点感觉找不到方向。然后比较特殊的体验是语言，因为在匈牙利，当地人一看你是外国人，就肯定知道你100%只能说英文，所以你能去的店什么的，基本都能给你讲英文。但是马耳他也是这样，但是意大利不行。到意大利真的是一开始有那种两眼一摸黑的感觉，因为所有写的都是英文字母，差不多长了，但是一个都不认识。然后说话也是，别人说话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有的店也能勉强说英文，但是口音极重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哦，原来父母们如果出来玩是这个感觉。
然后在匈牙利喝他们当地的那个啤酒的品牌，有一款白色听的 IPA 还不错。然后马耳他和意大利，我觉得乏善可陈，就是啤酒啊，尤其是意大利，不太好喝。意大利就喝红酒和白葡萄酒，物美价廉，真的是物美价廉。行，差不多都跑进大阪城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次旅行的小见闻。咱们周六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直播，到时候再跟大家聊天。咱们训练后见了啊！5月24号星期五清晨7点05训练结束。今天第3个训练日，按照第3个训练日计算，一个半程马拉松平均配速4分47，跑了1个小时40分钟。最快1公里4分23，平均心率140，功率207，还行啊。今天是真累了，连着2天就睡了大概每天6个小时。前天睡得不好，就深度睡眠特别少，就30分钟。昨天还好，昨天深度睡眠有1个小时，所以今天精神状态就还好，主要是热起来了，出汗有点多啊。实在要努力准备6月30号的100公里了，这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要加紧，尽快的从旅行结束的状态中回来。你们看，其实我旅行的时候是也不能说很注意生活，它就是一种生活的习惯，是会有影响，但是没有那么可怕。大家看看我估计明天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回弹幕回评论，我简单聊一期，后天休息1天，然后之后下个周期就又恢复了。然后这礼拜天是大阪城的铁人3项，我们跑团也有小伙伴参加，到时候看看是不是去观赛去应援一下。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努力下训，咱们明天再见。